Hello，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我们星期天8点半的直播。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解一下我们最新的看法，尤其是最近的市场呢是非常的波动啊。美股市场在上个星期，哇，好像关税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跌了很多。哎，又过了一个星期，哎，又好像没事情了耶。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哇，港股真的是非常强势，在过去1个多星期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股票涨了蛮多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来讲一下我们最新的看法。我们呢是准备了以下的这些内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你们想听哪一些内容多一点呢？可以来投票一下。那第一个呢是 A 中概股爆升的板块和股票。那如果你对这个板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区写 A。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比较想听哪一些内容多一点的，我们就在那个板块里面讲的更加详细一点。那 B 的话呢，就是美股未来的趋势到底是怎么样呢？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写 B。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提升我们的投资回报，尤其是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2025年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年啊，不像2024年那么畅顺的牛市。你可以看到2025年的年初到现在已经是好像一波三折啊，非常的波动。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要赚钱的话，难度也是要比去年更加大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提升回报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写一下 C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对哪些话题更有兴趣？好多人写 ABC 啊，不能那么贪心啊，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有限，对吧？你来了 GMT 4个小时讲到口干，也是给大家全部讲完啊，港股、美股、日本股票啊，台湾股票、新加坡股票啊，看到机会都讲啊。但是直播的时间大家都是吃快餐啊，1个小时搞定，对吧？所以呢，时间有限的时候不可能 ABC 全讲啊 ，ABC 全讲等于好像是什么都没讲啊，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投个票啊。还有一个记得就是如果我们够1000人的话，那我们会回答大家1只股票啊。那上一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是超过1300多人啊，非常好，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呢，上个星期也有最终最多人感兴趣的就是问我阿里巴巴啊。那阿里巴巴呢虽然我说是没有买不是我的一个长期看好的股票但是我也讲到就是老美美资回来买中概股港股的话，他们首先看到的是阿里巴巴结果这个星期果然是这个资金回来了中概股所以阿里巴巴也是领先了当然阿里巴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市场传说那一会儿我们会看多一点，特别是基本因素我们会看一下阿里巴巴的，然后呢技术分析我们也会叫 Rich 来看一看阿里巴巴到底怎么看有时候有些信号，有时候没有信号一会儿我们这个等 Rich 来给大家仔细的来看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所以大家这个投票的时候也是把今天的那个直播肯定很有这个价值的内容这个邀请你的朋友也一起来超过1000人的话又问一个希望这次大家问的股票下个星期又是大幅度跑赢那我们就很开心了，是不是OK 那给大家投票的之余呢大家给点时间如果大家是老朋友也可以打个招呼这个新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上次我记得有个纽约市的人还打赏给我们上次我还忘记了谢谢，因为我的那个这个留言区里面来不及看也是对任何的打赏是恭喜发财谢谢大家虽然是这个偶然有点打赏都是给我们极大的一个鼓励，好吧 ？OK， 那我们我们看到最多人讲的是 A 那今天就交给七爸爸来讲的多一点，关于中概股到底有哪一些爆升的板块和股票那当然这里也顺带一提，七爸爸呢在明天他也会进行他的一个修行的旅程吧所以不叫修行考察 OK 考察，所以呢我出外考察，所以不在香港，在外面帮大家去留意
股票做研究啊，但是就直播啊，对直播我不在香港，所以未来的2个星期啊，就一个人啊 ，Rich 一个人来做直播了啊，大家啊 ，Rich 做直播会不会来支持他啊？会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在这里鼓励一下 Rich 好不好啊？当然了，我在外面其实做股票有时候到外面去做研究的话，会看得更加的广阔啊，新的机会看得更加的广阔。有一个著名的投资者 Jim Rogers， 大家知不知道罗杰斯啊？他是2次的，一次是骑 motorcycle 的环游世界，另外一次是开了一个奔驰，跟他的太太刚刚结婚环游世界，然后呢也找到了好多的股票这个优秀的投资的机会所以罗杰斯是那个索罗斯的拍档也是其中一个非常神奇的投资人OK 会支持 Rich 所以你好好的做了那我们A 既然 A 大家都想听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我讲多一点了其实呢我觉得DeepSeek 我们之前也讲到是 AI 的这个爆火之后的第2波，很大的第2波ChatGPT 在2022年的10月份面世的时候，这是开展了第1波所以呢，当时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一个拍摄YouTube 拍摄，说这是工业革命之后资讯革命的第4波第1波是 PC。第2波是互联网，第3波是移动互联网，第4波的这个信息革命里面信息年代的革命里面是这个 AI 的出现，而这个 AI 的出现到了现在这个 DS 这个 这个 DeepSeek 中文现在叫碟仙是有股神秘的力量，碟仙DeepSeek 香港 DeepSeek 这个玩这个有一个那这个DS 出现呢，其实是加快了整个 AI 的普及化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为什么 AI 这个 DS 出现之后会加快其中有一个一会儿会讲到对整个股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比如说这个百度就没怎么涨，好多人就说怎么百度没怎么涨因为百度是闭源的DeepSeek 的出现是挑战百度做了10多年的一个领先的AI 的地位，而突然之间人家2年就追上了，而且是比你跑得更快，对吧？所以呢，现在短期内如有好多人说，七爸爸你不是说这个 AI 中国的百度是其中一家吗？那现在为什么百度没有涨呢？比其他的比如说一会儿我们会讲几家公司多呢？其实人家就觉得DeepSeek 这出现在中国可能是这个百度做了这么多年的那个大语言模型，突然有一个小伙子很便宜的挑战了它，对吧？当然呢，美国的Google 也是同样的Google 是ChatGPT 他们都是闭源的都是被挑战的 OK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百度一直是说闭源的比较好source code 这个代码我是关闭的不给你看的那比如说后来的一个这个后发者因为他要追嘛所以他要给大家更好的条件来用它的大语言模型，所以后来者像 Llama 这个 Meta 的 Llama 啦美国或者是中国的阿里巴巴的千文这个通义千文好像是这样千问这个都是开码的开源的那这一次 DeepSeek 也是开源的，所以呢这次出来之后就其实是给了这个百度的闭源的那条路线包括OpenAI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好像百度怎么没有怎么涨呢就是这个原因那当然呢一会儿我们看看，其实它有好多的股票是受益DeepSeek 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开源的所以好多的公司前期没有投放这个科研 R&D 在这个这个研究方面突然之间免费拿的突然之间人家做好的研究还是做到了全世界震撼的DeepSeek 我们有用过它的这个回答的问题是要比 ChatGPT 还要好你就不要问他什么某一个日子的问题了在历史上某一个日子的问题，这是白痴的问题，对吧？正常的问题情况下，这个 DeepSeek
出来的肯定是更好的因为你问一个白痴的问题，人家再聪明也不会回答你，是不是那 DeepSeek 也有它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大家明白了，你懂的要注意的地方，那你就不要去问他某一天某一日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OK 就像你到这个基督堂的教堂里面不会问他佛祖是怎么看法，对不对你要尊重人家嘛，是不是基督徒的牧师怎么跟你说阿拉真神是怎么样的，不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话DeepSeek 现在是很领先的在很领先的时候，他还是把所有的代码 open 开源所以这个时候没有投放 R&D 的，或者在后面赶不上的，反而是受益了在前面领先的，比如说百度或者是美国的这个 Google，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 ChatGPT， 同样的受到了威胁所以呢，当然OpenAI 没有上市背后还有这个特朗普的金主 SoftBank 等等在支持他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股价没有飙升但是呢Open Source 的 Meta 就受惠了。Open Source 的那个阿里巴巴就受惠了，就是这个原因 OK。 但是呢最受惠的还不是这几个股票，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哪一些股票目前来说是最受惠的，好吧 OK。 那这个大家明白这一点之后呢，我再讲一点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现在应该是4个星期前的一个 YouTube 视频了，我们是事先的，整个世界还没有注意到 DeepSeek 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注意到 DeepSeek 了，在当时有讲过当时的 R1 这个 R1 的版本还没出来所以呢，我们当时你看到我们讲的时候，还是讲 version 3.5 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追了这个现美这个欧美的或者美国的最先进的 AI 了，到它的 R1 出现了之后，是震撼了全世界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里面已经讲过了包括里面我们还讲有没有可能这个政府监管不要AGI 的出现，不要这个人工智能有一天可能会威胁到我们整个人世界的工作啦或者是安全啦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也讲过我们的看法我们看法基本上是说不可能的也是发生了DeepSeek 的出现，美国是加大了力度这个不再管什么监管了，要慢慢的控制啦，都是 all in， 都是全力的这个美国的特朗普都说了wake up call那所以呢，中国也是会继续的投放资源美国也是会继续的投放资源而这个 DeepSeek 出现也是对 NVIDIA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些我们都在我们的 GNT 里面有详细的分析和分享所以在这里透露一点点给大家，好吧 ？OK，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消化这么多东西我看看OK， DeepSeek changing the world，OK OK， 那好了那我们在 GMT 里面呢，也是在1月24号提到，当时DeepSeek 还没有公布 R1 是在这个24号之后的那个周末讲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星期五晚上讲到了现在美国和中国的竞赛 AI 的竞赛，但是两个其实都很强的我们一直是有看研究中国的 AI，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用 AI 来开发我们的产品而我们在香港用不到 ChatGPT， 用不到美国的 AI， 所以我们是这个用的都是中国的 AI当然我们有跟美国的 AI 有做比较比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常用来开发我们的一个将来的人工智能的 GMT， 人工智能的选股器这些我们就不能用美国的 AI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 AI 其实是跟美国是非常接近了所以为什么我能这么神奇？好像我告诉你，中国 AI 跟美国差不多了，其实我们一直在用那当然了 R1 出来了之后我们是更加开心了，因为它也是这个超越了，有好多的地方是超越了美国的 AI这个用我的意见来说是比 ChatGPT
更要好啊。当然呢，不排除 ChatGPT 也是因为这样加快了它的新的产品 version 的 release 啊，所以这个是在追赶的啊。今天 DeepSeek 好了一点了，明天OpenAI 又好了一点了，明天后天这个 ChatGPT 又好了一点了啊，这个 DeepSeek 又好了一点了啊，也不排除下一次就百度好了一点了啊，因为 DeepSeek 是 open source 的开源的，百度也在抄功课，也在真流的学习它的 DeepSeek 的一些技巧，所以下一次可能公布的是这个腾讯啦或者是小米啦，甚至都有这个可能，所以整个 AI 是在加快的上升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中国的 AI 不差。但是中国的 AI 的股票完全没有被炒起美国的股票 AI 已经涨了好高好高了，不同种类的，包括应用啦、什么电力啦Rich 之前给大家做的不同的 AI 的板块都已经涨了好多了。当然，晶片是涨得最多的但是呢，这个香港或者是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这个 AI 中国的 AI 基本上没怎么涨。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 GMT 里面也是给大家看到硬件当然中国是中芯国际，对吧？特别是美国制裁之后，中芯国际啦、华虹啦这些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市场，没有美国的晶片来这个竞争，所以它有一个时间的空间来发展那如果是大语言模型的话那当然百度是领先的当时是百度是领先的当然现在 DeepSeek 出来了比百度还要领先了所以百度是涨得最少的那一个那还有就是应用，我觉得应用将来DeepSeek 的出现使得大语言模型成为了一个 commodity 成为了一个大家都有的一个通用的产品反而是应用谁的应用能力最强，可能将来是受益最大的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谈谈在应用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性等等等等那 OK， 当然呢，这个都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OK。那我们看到当时1月24号，现在是2月9号不到15天16天，不到20天，对吧？不到20天涨了还是蛮多的百度涨了一点点腾讯涨了好多了涨了大约有10%几阿里巴巴虽然这一个是港股，一个是美股因为我们是用美股，能够的话就用美股这个因为这里有好多是台湾网友我们经常问大家报上名来你在哪里的，也有纽约的、美国的，那买美股的话可能要比买港股容易买港股的话你要开一个能买港股的证券券商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开的，因为未来可能是中概股的有一段时间是蛮好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买 ADR 这个美国上市的 ADR 那当然也可以那有一些股票买港股的话流通量会多一点，而且香港的是没有股息税的买了股票收股息是没有税的，所以这个港股欢迎大家来开这个香港的户口比如说母母啦Tiger 啦都可以IB 也可以这个你们都可以随便开那说到了哪一个最受惠呢第一个市场其实是这个第一个有个炒作，第二个呢我觉得市场也算是有效的那他们会推算，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些股票涨了这么多，一下子在短短的2个星期内，就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金山云是其中一个涨得最多的、最强势的不是阿里巴巴 OK， 一会儿我们会看看阿里巴巴为什么涨这么多，但是金山云是涨最多的就是DeepSeek 本身来说是个小公司它做了大语言模型让人家随便用，对吧？但是随便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云来寄存那些 applications 这个应用所以呢人家就想到了这个所有云的这个公司所有云的公司都有上涨所以呢阿里云、腾讯云都有上涨。我们刚才看到腾讯也有上涨，就是因为腾讯也是一个中国的大的云的一个计算美国也有 Amazon 也有 DeepSeek 啦Microsoft 也有 DeepSeek 啦所以也是一样的 OK。那回到中国，我们今天晚上就聚焦中国的股票的话那这个金山云主要的业务就是云业务，所以人家就想到了因为金山云本身是个小公司
这个人家金山云的业务一好的话那就其实我觉得更加是个概念的炒作概念炒作DeepSeek 大家要用了，所以呢大家都要放这个云的业务就会上去了我个人是觉得是个这个炒作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金山云的老板是谁给大家知道的可以留言区写一下，好吧 ？OK， 什么是云有人问云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有一个最简单的云，就是我们有一个档案可以放在电脑里面现在以前都是放在电脑里面有一个 hard disk 有一个 floppy disk， 但现在呢都放在上面了这个某一个地方了 OK， 其实是在一个数据库里面，不在我们本身的电脑里面，在一个数据库里面，我们要用的时候就通过互联网也好，通过这个手机也好打到这个云里面去用完之后更新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数据这些 data 数据不是在我们的本身的电脑里面，而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叫云了好像天上了，所以这就是个云的概念张志云OK 所以云计算就是云计算，我张志云就是我的计算叫云计算 OK 很幽默谢谢OK。那这个是云所以呢这个 DeepSeek 不可能装在我的电脑里面，对吧？我装在我的电脑里面其他的人要用了，我的客户要用了不行嘛，对吧？所以一定是放在云的那当然云其实好多公司都有，另外有一家公司叫万国数据，最近也是涨了一点但是金山云是涨得更多的就同样的道理，我就不讲太多了不是一个个股票来讲了也不是推荐金山云，我觉得金山云这个炒作有点多于实际的一个反映出来的基本因素所以是短暂的涨了好多那具体涨多少呢 Rich 你看看有没有技术分析我跟他分工技术分析有 Rich 来他是这个方面的专家Rich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它的周线图 KC，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2021年的高位进入到了第4个阶段之后呢，就不断的下跌那第4个阶段是什么？就是一个长期下跌的阶段那你可以看到它从70多块一直跌到只有几块钱，而在2022年到2024年的年末之前呢，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你买这只股票是非常闷的可能从3块多然后它涨了一点，涨到了7、8块然后它就跌下来了，然后你在5、6块买，它又在7、8块的时候就跌下来了所以只是一个非常沉闷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是第一阶段，你可以看到它是在造底那这个关键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当它进入到了第2个阶段的时候，也就是长期上涨的阶段那为什么我们只是关注处于第2阶段的股票呢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股票它才有一个长期上涨的一个动能在里面所以你看到那个关键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2024年的年底的时候它正式突破了这个8块多的一个关键的阻力你可以看到之前这个股价是没有能够成功突破这个阻力的，而现在它是能够成功突破了而你可以看到之后呢，它是能够维持着一个大涨小回的一个长期上涨的阶段。那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稍微比较中短线的，从日线图的角度去看你可以看到股价是非常强势，从11月的3、4块涨到了现在17、18块那非常强势确实它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尤其是最近的1、2个星期你可以看到已经涨了1倍了但是呢如果是去年9月份买的话，3块涨到16块，涨了6倍OK 谢谢。但是呢也目前是没有任何的买入信号也或者是换句话来说吧它现在是涨得有点过分的延伸不排除它未来你想象一下就像刚才季发法说的有些人可能在3、4块的时候买入或者是
比较近期一点的，可能在8、9块的时候买入，那这只股票涨到了17块的时候啊，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卖了，赶快的获利回套，涨了6倍了。对啊，3块买的涨了6倍，或者是我8块买的也涨了1倍，那我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想获利，对不对啊？那当有出现获利盘的时候啊，市场上面就出现了卖盘，就很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拉回的出现啊。所以虽然它非常强势，虽然它受惠于 DeepSeek，但是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呢，没有买入信号啊，就是这样。其实刚才 Rich 讲到了这个第1、2、3、4的4个阶段我们来做一下访问网友现在有这么多的网友，你们有清不清晰他所谓的1、2、3、4个阶段呢？清晰可以写清晰或者打个1不清晰的话可以写个2那我们看看需不需要解释多一点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我的1、2、3、4这个概念也是从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的课程学到的好多人不懂你看他的那个技术课程叫银饰这个技术课程里面有其中一个很早的概念就讲到1、2、3、4，那我学了之后我个人学了之后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好多时候我是用基本分析的虽然选股5部曲里面我的整个框架里面也会在买入和卖出的时候用这个技术分析去看但是呢我是注重这个基本分析的。很多时候我看到一只股票好我觉得它又便宜又好，买了就是不涨那比如说金山云如果你回到3块钱的话肯定是超值了，对不对？肯定是便宜了，肯定是超值了那如果做完这个基本分析觉得不错刚才有人说了又是雷军小米做股东，金山这个软件做股东又是云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不错对吧？那如果买入了，好多学生就来问七爸爸你不是看好的吗？七爸爸你不是看好的吗？怎么还没涨啦？怎么又不涨啦？怎么其他的在涨，你那个股票就不涨了，对吧？就是因为资金没来为什么不涨？就是因为资金没来不是说一个股票好马上就自动会涨的，只要资金没来这个股票就算怎么好都不会涨的那所以这个1、2、3、4这个正好这里有些人打了一个2就不明白的话，那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当资金这个在这个股票在第4期的时候，其实是机构投资者在抛售，对吧？我讲错你纠正一下所以呢，机构投资者在抛售的时候，这个股票怎么好，或者是有恐慌性的抛售或者恐慌性的抛售的时候，这个股票基本面怎么好人家在卖，你一个人怎么看好都是很难抵抗整个大势或者整个股价下来的然后呢，到第1期的时候就大家就算你觉得好，资金没到就不涨，是不是就不涨，你就是不涨我有耐心我买了我就有持有，但是我的学生 GMT 同学举个例子就来问了你不是说看好的吗？怎么还没涨对不对大家都喜欢买了马上涨的，有没有人是想买了股票是希望快点涨的，而不是说永远不涨的可以留言我们互动一点，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买入了之后，真的有时候要等好久等了好久。我的小米8块钱买的也等了好久好多人说怎么就小米不涨8块10块钱左右，也是等了1年多这个是第1期到了第2期来的时候就涨得好快了涨得好快了。那最差的是在第2期的时候如果不知道的话，涨了一点点了，哇，我要获利回套离场了，获利离场了，或者我要这个松绑了，终于回到我的家乡了，回到我的成本了松绑了，快点走了。但是呢，在第2期的时候是资金进来，可能是机构投资者进来，可能是有一些长期的大户进来，在慢慢的收集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不会涨一点点的，而且是涨得蛮爽的天天大涨小回大涨小回一直在涨的。最爽的时候如果是离场离得太早了，就是因为不知道第2周期第2期所以呢我们如果是看到进入了第2期了那我们就可以这个放慢一点这个脚步不要那么快的急着去
这个获利离场啊，所以呢，在这里啊，有没有人啊买了一只好的股票太早走了，然后觉得好像为什么我一卖就涨了，我一买就跌了？有没有人这样有这个痛苦的？也可以在这里啊写一下 ，Oh my God， 对吧？讲中了，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哦，原来第2期的话啊，那我肯定是要这个等多一阵了啊，甚至我要加仓了、加码了，对吧？因为这一阵是顺风期。这个第4阶段是逆风期啊，那到了第3阶段的时候，资金慢慢的已经大户的资金啊，不是散户的资金，大户的资金已经在抽走了或者是这样他从第1阶段很低的时候，或者是第2阶段初期的时候，比如说10块钱的 Nvidia 就举个例子，然后他在那边不断的买入然后你想象一下这只股票确实 Nvidia 从10块多。涨到了100多块那他赚了10倍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当然要获利一点他要卖出去一点当这些机构投资者或者是聪明钱卖出的时候，就会造成波动股价就会回调。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散户或者是有一些之前没有买的觉得它好贵，看到这个股票出现了回调的时候，哇，好便宜我就去买所以呢又会造成股价再次上涨。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在这个时候，那些大户那些聪明钱，他们已经不再参与这一波涨幅了，或者是他们在逐渐的套现了所以在第3个阶段的时候，就算有上涨，你可以看到那个上涨的幅度、那个力度可能是不怎么强或者是非常有波动经常大涨大跌大涨大跌的。所以散户为什么经常高位被套就是他们进场的时候是在第3阶段，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学 Rich 的那套盈市技术，学了之后就不要在这个第3阶段的时候尝试去高追，或者第4阶段早期的时候去捞底第4阶段跌的话可能会跌好久，就算跌完之后到了第1阶段在低位的时候，你还有大把的时间甚至到了第2阶段的早期去买，都还有大把时间赚钱而不是说这个第3阶段高追了，被套了，或者第4阶段捞底了，越捞越底了，越捞越死了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我们观察了好多95%以上的散户，我看到好多的网友说 Oh my God 对吧就是大多数的人犯的毛病。而我们是总结了一套这个能讲出来的量化的，让我们这个教导大家量化出来了之后使到大家以后能够跟这个Rich 学习了，跟我学习了，在市场里面看得更加时间捕捉得更加好那当然那 Rich 的课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连接放在这个留言区了那好了。刚才讲到有人已经说了金山云的老板就是其中一个老板，第2大的老板是小米金山云是金山软件和小米的一个投资的公司 OK， 那金山软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帮金山软件做到上市的成功的总经理就是雷军，前总经理对，前总做到上市之后他就离开了再去创业，创了业之后再这个创办了小米所以呢他是第一个，而且这个金山软件的那一个老板创办人很厉害，他看到雷军之后就把他招募进去这个雷军应该是头几个这个员工，但是呢那个创办人一看雷军进来了，我退位让贤让雷军做总经理所以这也是看到这个创办人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金山软件那个创办人还是非常厉害的那当然了，上了市之后，雷军后来是离开了财务自由了，离开了做天使投资人了，所以雷军的投资也是很厉害的。雷军投资很厉害之后，再自己创办了小米当然现在小米是厉害的不得了这个那我们说到了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是金山云的话，它的业务还是比较单一虽然炒的时候哇我们要云啦，炒的时候它的股价是涨了1倍是非常爽，
但是整体来说是个炒作的概念比较多啊。真正的受惠啊，当然金山云上去了，这个小米在它的业绩公布的时候，它的投资的收益啊，市场资产的公允值的收益 gap 啊，这个盈利也会上涨，因为它那个金山云赚了钱涨上去了，就算它不卖，它也会在账面上有一个盈利啊。但我觉得呢，这个小米啊，除了金山云之外啊，它另外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就是它直接把 DeepSeek 的开发人，主要的开发人之一啊，或者是主要的第2个版本的开发人啊，挖到了小米啊。那大家再想一下 ，DeepSeek 的代码又是开源的，所以啊，这个雷军只要几分钟啊，把 DeepSeek 的那个 source code 啊，这个代码 copy 到小米方面，小米是等于是这个省掉了好多年，好多钱的开发了啊。那以后雷军又怎么样用这个人工智能，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人工智能在应用的方面来这个受益呢？我觉得有可能极大的可能小米反而是这次 DeepSeek 的出现的主要的最大的受益者啊。包括苹果其实当时也在说这个苹果可能是怎么用AI 啊，曾经炒苹果炒的股价很高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手机啦，我们的汽车啦，我们的家电智能家电啦，背后都是 AI。只是现在 AI 越来越火了，都叫 AI 了。以前都有大数据在分析啦，有智能啦等等智能嘛，现在就叫人工智能嘛，对吧？其实一早就有智能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DeepSeek 的出现，再加上 DeepSeek 的这个主要的开发人被小米聘用了 ，DeepSeek 新的软件的出现是绝对的是加快了小米的这个AI 方面的一个落地，所以我觉得以前想到 AI 的话，小米不是最受惠的最主要的一个反而现在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能够受惠的。OK， 那你看看技术分析方面有什么给大家补充吗？如果今天有人问，小米你怎么看啊？小米能买吗？我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其实你看到从股价图来看它已经是涨了很多并且是如果你能早几个月认识我们看我们的直播加入 GMT， 你看一下小米一直是只优之股吗？小米我从2018年的当时是线下的投资乐园有介绍过小米，2019年这个 GMT 头2个分析的股票，其中一个是小米。我对雷军的仰慕之心有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他在最艰难的时候，又回到8块多的时候，有人还在问我，你这么还不放弃小米我说什么日入西山你不赔这个还有什么再次上去的时候你是谁？OK， 所以东山再起你是谁？当时我还写过所以我是一直陪伴着雷军在他8块多的时候，我是不是 all in 了，这是我第2个最看好的，不是最看好的，最看好的是另外一个那现在小米是我手头上第2大的股票，重仓股票 ，OK， 但是我是非常分散投资的我总共有80多个股票，就这样。这个雷军是我第2看好的，但是其他的有一些是买了一点点，因为我为 GMT 做过研究嘛。我不买的话就没有那么留意但是我主要的股票大约有13个左右，13个我觉得比较有把握的今年只看好5个其他的就不太看比较难玩我上次有讲过这个有信心的或者直播率比较高的就只有5个 OK， 那雷军绝对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但是这个市场真的是竞争蛮多的，就这样 OK。那所以就最值得进场的就有低风险进场点，当然是8块咯除了8块就讲最近的在过去的几个月
里面啊，其实我们在 GMT 里面也是有密切的关注和追踪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40多块了啊。我记得你是几块钱告诉人家，VCP突破20块，是不是？大概是9月份这个位置。9月份20块，现在42、43了，也是不到多少月，5个月。不到5个月涨了1倍其实呢，20块的时候 Rich 进来了因为已经变成强势股了。我是喜欢还没有变成强势股之前最低位的时候买的所以不讲10块钱了、8块钱这些不讲了。那时候讲的时候，真的是对雷军的这个一股忠诚度因为那时候业绩真的是很难看生意难做，我都写了。我记得他的业绩出来之后，我说生意难做，但是我对雷军还是有那个信心我记得去年是我在西藏玩的时候，回到这个调查，当然我玩的时候当然有调查了，对吧？然后我是密切的留意着他3月28号这个电动车的 launch 这个推出。电动车一 launch 之后，我马上在 GMT 里面补发了一个突发的，我说成功了。所以当时我记得是14块、15块后来呢一下子涨到17块，就是一成功涨到17块，后来又调整下来到16块左右16、17、16、17、15调整了一段时间，所以那时候买的话就买了好开心好爽，对不对？后来到了20块呢Rich 进来了，说开始强势股了。它这个还是从20块调整下去所以我在第一次到20的时候，我又套现过一点这个不好意思，我又套现过一点。5、6份的时候，大概5、6份你的 mouse 人家出不来的5、6份的时候因为我14块、15块买了好多嘛，对吧？到了20块我卖了一点点，结果它跌到了17块左右的时候，我又听了雷军的新的产品的发布包括还有他这个做赛车手出来帅的要命的我就又是再买了一点所以那时候买了一点后来当然也有一点点的减持套现了，因为它涨上去的话我的小米的仓位超越了我是一个资产配置作为一个百分比的这样来管理的它超越了我所想要的一个百分比的时候，我是有减持的但是这个减持是一点点减持，只是个仓位的这个减持所以我现在还是这个第2大的重仓股就是小米了不代表你们要买特别现在这么高了但是你们买的话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有点高但是长远来说还是有非常好的强势股，对吧？就这样 OK 好。有人说你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肯定你对他的爱慕太过于没有不要想到那里OK 没有了 OK 我是喜欢舒淇，我不喜欢我是喜欢舒淇就是没有化妆的老婆 OK OK 下一个那讲到中概股还是要讲到阿里巴巴上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大家过了1000人现在就要到1000人了赶快再分享出去一下，到1000人我们会这个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当时过了1000人之后呢，大家就来问我这个阿里巴巴怎么看当时我有说过不是我的首选。这个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我就算到现在还没有，不能说阿里巴巴涨上去了我又赚钱了，我没有OK 因为我觉得它主要的业务大部分的业务都不是做的最好的，竞争能力已经是在马云离开之后不是一个最强的竞争能力的公司了那这个当然呢我当时有讲过外资企业这个外国人一看到China Concept Stop 第一个想到的就阿里巴巴，对吧？你看 Charlie Munger， 你看那个 Michael Burry， 他们想到的就是阿里巴巴 OK 所以呢人家要回来中资股，资金要回来中资股的话阿里巴巴会是有火车头第一个受惠的因为人家是第一个要买的这是阿里巴巴。那第二个呢，为什么它又涨呢？就是市场传说它入股 DeepSeek 但是我的分析觉得是这个是个传闻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为什么呢？你进入了 DeepSeek
你是什么代价去买 DeepSeek 啊？买它的多少股权 ？DeepSeek 不赚钱的，DeepSeek 那个代码已经开放给大家了，是不是啊？雷军1000万把那个女的请过去，把她的代码这个 copy 过来就搞定了。你入股了 DeepSeek 之后，你还要养着那帮人，他们做出来的成绩还是公布送给全世界的，还要可能以后被美国拉黑啊，那干嘛要进入 DeepSeek 呢？对不对啊？但是市场是只要有点炒作啊，热烘烘的炒作，股价就会上去啊。那就算是这样，阿里巴巴也不是最强势的。你看它涨了多少？涨了从80块涨到100块，涨了多少？25%。刚才小米或者是金山云，你看到的是它已经是涨破了10月份的高位啊，或者是创了历史新高了啊。但是你看到阿里巴巴它只是跟随着大势一样，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看到恒生指数它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其实它只是跟随着恒生指数的走势很类似只不过阿里巴巴它的贝塔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它还是没有能够突破前面的那个10月份的那个高位不算是那些超强势的股票所以确实它如果之后港股涨的话它也大概率会涨外资也会进入到阿里巴巴但是呢，它也并非是市场上面最强势的那一批股票。那 Rich 一会儿你补充一下有一个技术分析我是很喜欢用的，就 RSI。我在阿里巴巴那里看到是山顶背驰，OK， 山顶背驰也就是说RSI 到了超卖的阶段了，但是呢，它是3次超越了70，一顶比一顶的低，但是它的股价一顶比一顶的高，所以这个叫山顶背驰。但是我跟 Rich 说的时候，他说不用 RSI 啦，不喜欢 RSI 啦，为什么你不喜欢 RSI？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主要其实是这样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用一些辅助指标，比如说 RSI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MACD OBV 等等等等那一系列的辅助指标，它都有一个问题是它会有一定的延迟性在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是更倾向于去直接看它的一些第一手的。那什么是第一手的？比如说它的 K 线或者是它的成交量我透过这2样东西去判断它的支持位、阻力位在哪里那这些是更加直接和直接的能判断到市场上面的供应和需求，而并不是看一个辅助的指标，因为它是有一定的延迟，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误判在里面。你应该学赌神周润发，你还在用80年代的科技凹啦先摸一下摸一下。那我这里所以要讲一下Rich 的技术分析所研发出来的技术的指标等等方法的确是最新的在我学技术分析的那个年代学的东西他都不喜欢的真的我的那是老一代的技术分析的科技，大家现在在银饰技术里面所看到的技术分析不是街外马路上人家讲的那些技术分析是比较独特的所以我在之前学的技术分析之后也是跟他重新的再学新的技术分析的一些技巧所以这个刚才也是，不过我还是蛮喜欢 RSI 的当然我这里我还没讲到讲完，就是要补充一下，其实在股票市场当中你要赚钱的话，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当然有些人他可能靠的是一个使用 RSI 的一个策略那确实也有这帮人他们最终也是能够成功的但是呢对于我而言的话，我是更加倾向于去使用其他的工具就是这样我觉得你那些好一点了，大家有机会还没看过他的课程的话看过的可以留个下言如果你看过Rich 的技术分析的课程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价值，或者跟其他的外面所技术分析的一些课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等等我们听听观众的好吧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那还是要强调刚才讲了一些个别的股票千万
就是不要听了号码就去买啊，先学习。你不懂得下车的话啊，我给你的车子没问题，但是你不懂得开车出了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先学习啊，特别是我觉得选股布局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呦，七爸爸觉得小米好啦，小米这个40块买不一定好啊，不一定好 ，OK 那当然了，这个最好的时机还是在市场没有发现这些10倍股之前，就是举个例子这个小米8块钱的时候我的美团42块9我买的时候，最低位是42块9大部分的是在60多块买的时候，那个时候买就开心了，对吧？那所以呢，你一定要有一些框架给你有信心，在这么低位的时候，市场还不看好或者错杀的时候来具体的来有信心了所以我说买股票一定要用心的去做功课，还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3心还有2个亿，3心2意 ，OK， 那所以呢，这个课程是我送给大家的免费的礼物这个第1天的课程叫如何可以做到长期安心的超级盈利里面讲了10个散户关键的输钱的或者输掉1万钱的，或者本来应该赚到钱结果没赚的一些关键的错误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当然这也是我们22天的10倍股的课程的第1天，或者叫第0天，免费的送给大家如果你觉得之后的好你可以来寻找10倍股。如果你就只学这个免费的课程，我相信大家也是一定会是价值满满的，好吧？你觉得没有价值的话，我退款给你，好吧？不过我也没收大家钱，所以不退款了 ，OK？ 那肯定是有价值的那好了。再回到我们的框架，选股5部曲的话，第1步我们是要看这个牛熊周期那港股、中概股的牛熊周期是跟美股是不一样的。美股我觉得现在是牛3的不知道哪一个末期了但是港股的话，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极大的可能是一个牛2的初端的开始特别这一次是被 DeepSeek 带动了科技指数，而科技指数每一次都是一个火车头带动整个大势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每年到了年底，我们都要预测一下明年为 GMT 同学预测一下明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GMT 导师 Shirley 也是分别的做了这个功课之后就是我们总结了功课之后，我当时的预测就是因为香港的股票价值是最低的所以呢之后当这个资金回到了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很长的牛市的一个爬坡往上爬，而不是说涨了一点点了你就怕要调整了那当然会调整，一定会调整，但是整体来说是个牛市的开始，所以当时我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后来呢？现在这个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到了2月5号之后，我是去年年底讲的，到了2月5号之后就过掉了40天左右Goldman Sachs 啦Merrill Lynch 啦，或者是 Deutsche Bank 啦都开始讲外资开始看好中概股了其实 Rich 也一会儿他会讲讲美股，对吧？其实其他的外资也看到这个美国的股票已经涨到了什么强弩之末强弩之末，强弩之末对吧？已经是涨了这么多年了，你还需要这只牛还要冲多久呢？是吧？所以呢，现在的资金已经是开始回到了中概股当然我们是一早就看好了中概股 OK， 那所以其实去年的1月份我就开始有了这张图去年的2月16号不是1月份2月16号1年前我们就看到了聪明钱正在进入这个中概股当然了涨了一段时候后之后就有一个熊陷阱，就会调整一下人家就开始怀疑了这个中概股又完蛋啦，中概股又垃圾啦，等等等等而且这个当然是一个简化的示意图，在真实的现实当中，
可能这个调整是3、4次。所以呢，4月份有一个 run up， 有一个冲上去，到了5月底开始到8月份有个调整。当时我都有给 GMT 讲的啊，每3个月调整3个月要冲一次了。到了9月份又冲了一次，冲了好高的一次。10月初开始又调整了，那你再算10月、11月、12月，到了1月份又开始涨了，对吧？就是这3个月这个规律听得明白进 OIC OK？ 那所以呢到了1月份是最底的，对吧？1月份开始涨了，涨了之后不涨不跌，不涨不跌，就2月份涨了不涨不跌，到了4月份。4月份开始涨了，5月份涨了，5月份之后又开始不涨不跌，不涨不跌，对吧？就到了8月份，8月份之后9月份突然之间又往上涨了还有一点我发现每一次788去放假，股票就涨了那这个4月底我是到了哪里5月份的时候5月份你结婚了？你三月的时候，3月底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去西藏吗？西藏也涨了点就是2月底开始涨的那个西藏5月份到了东莞了，你结婚了，我去东莞的时候又涨了一点所以然后呢到了这个9月份是日本又涨了一点，所以这一次我到这个中东埃及去希望大家又涨了一点 OK 都放点假了 OK 所以当然这个之余呢我记得我还在这个南非的那里在8月份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京东物流70多块，我在那里睡觉前睡不着的时候买了一次70多块，后来涨到了7块多，涨到了16多块就这样7块多，那7块多，7块不是70多块，7块多讲错了，7块多所以呢我觉得是你那个技术分析给大家分析一下吧。明天788放假，所以呢这个就大家懂了啦不能这样说的那恒生指数我们先看一个比较长一点的维度这个是一个周线图。那你可以看到过去呢200天线都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阻力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在2024年它有3次挑战这个200周线第一次呢是有个大力的上涨，但是下个星期就马上的回调，那你可以理解这里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假突破。那第二次呢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它有个反弹结果又弹到了21000多点，然后呢就很疲弱的回调。那第3次呢就是在一个多月的时候又有一个反弹，到了200周线的时候又有一个阻力回调。而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星期的整体的结果是蛮不错的能不能成功突破，还是会像第一次那样是一个假突破这个我们我们没有一个水晶球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从概率上来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情况跟之前的9月份的时候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其实在刚才788也讲了很多有一些基本面是改变了尤其是 DeepSeek 的推出之前那些外国的企业或者是投资者他们就认为港股之前可能是太便宜了，然后现在去买入当这些资金来的时候它就偶尔的有一些反弹。但现在呢市场是看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DeepSeek 的推出原来中国的 AI 或者是中国的科技也是可以的那就算它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像 NVIDIA 或者是美国那边 AI 的那个强度，但是它只要能够达到接近的，而且你可以看到 DeepSeek 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廉所以用一个很小的钱就可以获得相近的性能投资者就看到了这个转折点。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最近有一系列的科技的股票是有冒起的当然整体的股市香港的股市都是有涨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股市当中有包含很多的板块比如说银行，比如说房地产等等但其实在这一波的涨幅当中最强势的就是科技尤其是那些跟 DeepSeek 相关的或者是跟 AI 相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恒生指数的日线图它最近的1个月是非常强劲
而 GMT 呢，在1个月之前啊，你可以看到是在1月份的1月初的时候啊，我在那里讲到啊，虽然它那时候是没有方向的，但是呢，下一个支持位是200天线的位置啊，而你可以看到啊，在星期五我讲了之后，星期一它马上有一个下跌，是一个 overshoot， 然后也是跌到了接近200天线的位置。那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是有一定的承接在这里，然后市场是马上有一个反弹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恒生科技指数啊，就像我刚才讲到，其实现在比较强势的资金进入的部分呢，是在科技的板块，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张是恒生科技指数的，一张是恒生指数的，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就这样2幅图表放在一起对比，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科技的板块会更加的强势。所以呢，就像刚才给大家看到了什么金山云啊、小米啊，包括阿里巴巴虽然它主要的业务并不是完全的关于 AI 的但是它也算是一个概念股然后就像万国数据或者是刚才也看到有些人讲到的981这些跟科技相关的，无论是硬件或者是软件，你都可以看到在最近呢是非常强势的那所以呢比较具体的我是很难在这里一一的去讲到其实我在过去这几天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那我也是在 GMT 当中是有分享出来的那其实爸爸有没有补充？没有，加入 OK GMT 其实呢，左边那张图是我的我很感恩呢，就是跑赢了。香港已经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香港是 so far 2025年全世界的大盘指数里面香港的恒生指数是最好的，而我们刚才看到科技指数又跑赢恒生指数的所以香港这次的股票是最好的那当然了，我也是因为有一部分买到了 AI 的相关的股票，所以在这里也是跑赢了香港的股票香港的。那我还是比较分散，因为这么多的资产嘛，不可能放在1-2个股票里面那我也很开心，就是有一些其他的GMT 的同学右边那张图，右边那张图，对了，右边那张不是我的她是我们女股神太厉害的一个女同学20%，去年也是大幅度跑赢了。那我就去问她了，今年你怎么样？她又是大幅度的跑赢了所以我觉得自己赚钱固然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赚钱是更开心的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在全世界我们刚才看到不同的slide 也看到我们在全世界寻找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都是事先的，比直播还要事先的而且直播里面我们比较不想讲个别股票，因为怕大家不懂股票的人听了一个号码就去买所以你到了 GMT 的时候，我们会把好多的课程都开通给大家，要求大家去学通过我们每一次的 GMT 的 weekly coaching 也是学到一点这个学习就是大家有独立的判断的能力，然后再去做一些参考我们做了研究给大家参考所以大家希望这个我很有信心了不是希望了，很有信心大家是可以大幅度的改善你的投资的回报我不知道你的投资回报现在有多好，但是我很有信心就进入 GMT 之后会是更加的好，好吧 ？OK， 那好了讲到了港股之后，美股你讲一下吧今天刚才也看到有些人讲到了 B 关于美股的。好，那不多你就简单的讲一下，时间过掉了1个小时，就简单讲一下吧。就是其实如果你有一直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你会发现在最近呢，我是相对的在美股里面是会比较保守一点的那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美股波动是非常大的是属于一个逆风的情况。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曾经是一个上涨高开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纳斯达克包括 S&P 500，它也是高开到了一个接近阻力的位置，而在它公布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之后包括了它还有其他指数之后，那你可以看到市场是马上有一个反转，而最后呢是形成了一个 bearish engulfing，
一个穿头破脚啊。那如果你记得什么是穿头破脚的话啊，你就能知道啊，我想带出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转折的信号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啊，你可以去回看我们前几期的那个直播里面啊，有简单的讲解一下。当然，更加仔细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技术分析的课程。而好，我们现在回到了这个图表里面，你会发现各个指数呢，其实最近都在一个阻力的区间里面啊，或者是在一个 range 一个区间里面啊，它到了这个支持位就会有一个反弹。它前几天到了一个阻力位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支持，并没有办法成功的突破啊。最近呢星期五又有了一个回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你要在美股市场当中赚钱的难度是相对2024年难度要更大，因为这个波动性现在呢还是非常大的啊。当然，现在的美股像不像齐法法所说的强弩之末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能够判断它会不会之后会变成一个大跌的开始，会不会是一个熊市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判断得到。而我们现在就这样来看的话呢第一，如果你看指数是非常波动，而如果你细分的去看的话其实还有一些股票，还有一些板块的股票呢，它依然是能够维持着一个蛮不错的涨幅资金都是跑入了那些板块当中。那其中一个板块这个也是我在过去一直有强调的就是一些 AI 应用的板块比如说 Palantir 这个股票我在过去的大半年也一直有讲到了那它这一次公布的业绩之后是非常非常强劲然后它的增长又再次加速在上个星期的直播也有讲到那你可以看到，就算市场是在最近有一个调整，但是它是依然能够保持着一个强势。当然，除了Palantir之外，还有其他的股票，它也是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当然这里因为时间有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最近我们要讲美股的话这个难度是太大了所以其实不是逆风吧，还没到逆风是没有风是不是？我刚才看到图表是没有风逆风是在往下跌的时候叫逆风但你在操作的层面去看的话，还是一个逆风的因为它是很难去买或者是它涨了一点又有一个回调然后当你以为它继续跌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反弹，所以整体上的操作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处就是现在资讯的发达，我们可以资金全世界来买股票去年美股下半年哇涨得不得了的时候，你跟 Rich 发了财今年又来中概股的 AI 发了财那你就很快就买楼买车，财务自由了，是不是？OK 那所以呢我最近呢是关注了一系列的某一些板块的股票我确实是有关注的当然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我也是留到了 JNT 里面去比较仔细的去分享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报名 JNT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除了关注美股之外，也可以关注一下中港股有没有什么值得投资的板块和股票有没有补充？没有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投资先求知如果你真的想跟我们来学习的话我们有一系列的工具可以帮助你去改善你的投资回报的无论是免费的刚才的60分钟的课程，又或者是我的那个技术分析的课程又或者是你想跟我们一起来寻找机会的你可以去报名参加我们的 GMT， 我们每个星期五都会在 GMT 里面很详细的去分享我们看到的一些市场趋势和一些机会当然有一些强势的股票和板块。对刚才有人说其实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我的其中一个仓位附图我还有汇丰的汇丰呢现在是基本上不动的这也就这样 OK 所以这个还有楼啦所以这个楼也有我大部分的资产在楼里面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跟大家希望就是能
带动大家不要在股票市场里面输钱。香港的楼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时机啊，所以也不要去买楼了啊。但是在股票里面不要输冤枉钱，股票里面大多数人都是输冤枉钱，所以你要赚人家输掉的冤枉钱还是很容易的。所以呢，中短期的用技术分析 ，Rich 的技术分析，长期的用788的基本分析，在市场没有抓到这些10倍股之前，低位的有很大的安全边际的买入这些10倍股，然后等它涨3倍、4倍、5倍、10倍你买10个10倍股。不要求10个都涨10倍，或者10个都涨2倍以上。你想想看，10个当中买到3个已经非常不错了，对吧？所以呢，不要赚10%就走，要赚就赚10倍才走哈。OK，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那之后下一次啊 ，Rich 单独给大家做了啊，希望大家也照样的来多点支持他。我们下次再见，拜拜。